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atrick。这部影片呢，要来回答网友在 IG 上给我的超过50题的 QA。那我大概有把问题理了一下，从可能我的个人身高体重啊，然后血型什么的，到我的职涯规划等等的，然后还有跟运动相关的。那我请我的室友当镜头后面的就是常进人，他会提出问题，然后我会回答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请问教练几岁？我现在29岁。请问教练是什么星座的呢？我是巨蟹座，我是一个喜欢往外跑、不爱宅在家的巨蟹座。几岁的时候开始健身？我记得是大3开始接触健身，然后认真健身大概是从当完兵之后吧，大概前后7年多。想问你的身高体重？身高是170公分，体重是70公斤。希望我未来还是可以再长3到4公斤的肌肉。体态来说，我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。为什么会想要健身？一开始想健身的出发点是，我觉得体态好看的人就是很帅啊，很有魅力啊，然后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。久而久之开始训练，然后慢慢好像达到我一开始想要的目标。可是现在发现，其实健身更多的是你对于自己的自我认识。透过训练的话，其实很多的自我对话，可能你对于自己哪边不满意，然后你对于自己训练的意义是什么，会有更深一层次的去认识这样子。请问家中有没有兄弟姐妹？我有一个哥哥大我2岁，之前很常跟他吵架，最近关系就比较好。他现在在家里上班，然后他是直男，还要强调哥哥是直男，所以大家不要有什么，不用妄想什么。请问教练的身高、体重、3围以及体脂率，想以教练比例为目标。我觉得大家真的不用以我为目标，因为同样的体脂率会有不一样的体态的呈现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说因为他怎么样，所以我要跟他一模一样，因为其实每个人练起来都会不太一样。他9%的体脂率跟我9%的体脂率，长得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我的体脂率是9%。除了运动、上班，还有什么兴趣？到户外走走啊，爬山、攀岩那些我都觉得不错。如果有朋友一起约，我就会说好啊，有时间的话就走啊。你单身吗？我不是单身。室友是男友吗？对啊，室友是男友，没错。我们交往3年半，应该有快4年吧。跟室友怎么认识的？那时候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，加入我现在工作的健身房。他那时候是在那边当会服人员，就看到他就觉得这个男生蛮喜欢的，然后就认识，跟他要 line， 然后开始追求他，然后之后就在一起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怎么维系感情？我好像不太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我的事业心很重，可能现在做 YouTube， 或者说之前开始当教练的时候，常常会忽略感情这一块。当然不是说整个把它放烂，只是会以事业为重，然后再来才是感情。但我觉得维系感情应该就是2个人互相鼓励、扶持，跟互相找到对方的优点，然后要一直去重视他的优点，不要因为在一起久了，就好像觉得很习以为常。你有出柜吗？没有因为我觉得不太需要做出柜这个动作。喜欢男生喜欢女生，不管哪一种性别都是很正常的异性恋不会说爸妈我喜欢女生，不会做这些出柜。那为什么同性恋需要做这件事情呢？所以我一直觉得根本就不需要出柜，不用做这件事情去证明说我喜欢男生还是怎么样。感情史我交往3任还是4任吧，每一任其实都交往不会太短，像我上一任就是3年。爱跟性2选1。爱吧，我觉得有爱才可以有性，没有办法就是零爱，就是我可能只是为了发泄那种，我就真的没有办法。你会健身以外的运动吗？跑步除外。爬山如果算运动的话，我喜欢爬山，但感觉爬山不太算运动，所以应该就是健身。你的脚多大？我的脚是 US 多少？8号半。喜欢哪些款式的长袜跟鞋子？长袜的话，我好像都是穿 Nike 比较多。鞋子的话没有特别，可是最近喜欢板鞋，因为板鞋帮助我重训、深蹲很好用。平常都怎么保养皮肤？会有吃什么保健食品吗？平常的话，我其实有带来好，哒啦，拿出来了。其实我平常保养很简单，第一个是化妆水嘛。其实我原本是没有擦化妆水的习惯，因为朋友那边拿到一瓶 Kiehl's 的金盏花，我就最近就在用这一瓶。金盏化妆水就是不管晒太阳啊，还是冬天什么，反正4季都可以擦嘛，就是很好入手的一罐。然后化妆水完之后，我最近很喜欢它的是宝拉的
2% 水杨酸精华液。这个呢，在我的疫情期间我在做什么那支 vlog 也有给大家看，它真的对粉刺跟痘痘的抑制，也不是说抑制，加速你的肌肤代谢，让你比较不容易长粉刺跟痘痘，我觉得很好用。这个擦完之后，我会再擦 Kiehl's 的精华液，这也是在我疫情期间的影片有露出的一支神力小红瓶。然后我最近会搭配它的一个4K 的一个什么修护瓶吧，小瓶的，这是我在买它的时候他送给我的，我现在就把它一起擦。脸部的话大概是这样，身体的话我有在擦。之前我去除毛的时候，除毛师李阳还有送我一瓶身体乳，然后这身体乳真的是很好用，因为我很常晒太阳，一个礼拜再晒1次到2次，我晒太阳完一定会擦它，赶快帮身体保湿。然后我发现擦完之后，好像有让我皮肤比较亮一点，肌肤的颜色就是可以比较持久。再来就是我爱的 Coola， 不管你是平常有在晒太阳的，还是你只是偶尔去外面买东西，我真的觉得防晒一定要做。那 Coola 这一瓶，它是我前公司代理的产品，就是防晒喷雾。这个防晒喷雾真的非常的细，它又是365度的旋转喷头。再来就是它倒着也可以喷，我觉得非常好用，推荐给大家。好，这就是我保养啦。下一题，喜欢什么音乐？我喜欢的音乐，我自己觉得我的音乐年龄蛮老的，我喜欢听万芳啊，新不了情，然后听陈升的《我不再让你孤单》，反正都是一些老歌 ，Spotify 找80年代金曲，我就是听那些。西洋老歌也不错，像 Tell Me How to Live Without You， 我在唱什么？等一下，反正就是那首歌。下一题，平常有哪些香水？我其实很少用香水，可能因为工作关系吧，我不太喜欢我身上有其他的香味，因为其实香味这种东西是很见仁见智的。那我觉得男生就是干干净净，然后闻起来就没有特别的味道就好。请问平常的穿着风格？我之前都是运动风，然后后来我喜欢上了韩风，可以套给大家看。第一种是运动风。还有韩风。下一题，会不会游泳？会啊，会游蛙式、自由式，就这样。身上最有自信的部位是哪里？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特别说最有自信的部位是哪，因为每个地方都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。但我自己喜欢的，目前喜欢的是腿。我现在很喜欢腿的整体的这个整个线条，所以我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练腿这部分。我希望未来它会是变成我一个强项或是一个卖点。身材有变胖过吗？有啊，我前年跟我好朋友到冲绳玩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好胖哦，我把图片放在这边。那时候真的好胖的，我不敢相信我那时候可以胖成这样。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的胖根本就不叫胖，但是那时候跟现在真的是差很多，整个就很肿很肉这样子。爱吃甜的又怕胖怎么办？就吃啊，我都会跟我学生说，你想吃什么就吃，可是1个礼拜挑1天，吃完就好好有氧。你吃多少就要有氧多少回来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不是很爱吃甜食或是那种高热量食物，因为我就觉得很麻烦，你吃进去啊一时的开心，你要花多少时间才可以把这些卡路里给代谢掉？我前几天看一个新闻，不是说一个月饼好像就要跑1个小时1个小时半，就很可怕啊，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尽量少吃那些东西。如果你爱吃甜食的话，吃啊，但要好好运动。会害怕自己的身材走样，压力很大吗？会害怕自己身体走样，会压力会很大吗？还好，我觉得庆幸是因为我现在在的工作环境就是一个健身房，我平常没事就是运动啊，然后上课，加上可能体态就是我的一个门面，所以我一定要把体态顾好，是我对我工作负责任的意思，所以就还好啦。教练平常最喜欢吃什么？平常没有特别喜欢吃什么，我平常很常吃便利商店就是鸡胸肉啊、白饭。如果真的硬要说的话，火锅吧，因为我觉得火锅我可以都吃多一点蔬菜，然后肉，然后挑自己觉得健康的吃。请问你的理想条件是怎样的？理想条件哦，我室友就是理想条件啦。我喜欢的是干干净净，然后有上进心、孝顺，身材不用到像我这个样子，因为我是自我要求比较高的人。那我对其他人其实我真的还好，然后有运动习惯是最好，因为毕竟我有运动习惯，有共同的嗜好很好。然后好沟通，勇于分享自己的想法，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交流。长相的话，当然
每个人长相主观都很主观，但是就是对我来说就不要太差就可以。教练对粉丝说一句最想说的话。最想说的话应该就是谢谢了吧，因为没有大家的关注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虽然我现在也不是说多了不起，粉丝多多，但其实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累积。我也很常回网友的讯息，我通常不会称作为粉丝，因为我就觉得真粉丝好奇怪，有点不习惯。我还是会回复网友的留言或私讯，我都会看，都会回复了。特别是针对运动上的问题，就大家当作是朋友这样互相交流，我觉得很好。什么原因让你想要开 YouTube？开 YouTube 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疫情的关系，在家没事干，然后学生在家也没办法运动，所以我就拍 YouTube 的影片，想要给学生看，在学生居家训练。然后就觉得说，既然拍了，那就放到影片上让更多人看吧。也是很感谢我的高中挚友徐拉，他强烈的支持我做这件事情。我就说好，不然我试试看。然后就好像大家在那一阵子，因为健身房不能开的关系，就是有看到我的影片，然后就有一点点成绩出来，所以就这样子做下去了。未来的话还是会持续做，然后多拍一点像这样的生活影片给大家。下一题，会想出自己的健身品牌吗？不会吧？我觉得出品牌压力好大哦，要有一个很强的后盾或是金主。因为我之前做过保养品的创业，真的非常的辛苦，所以目前应该不会有这样的规划。不过一些业配啊、赞助啊等等的，我觉得可以多一点，可以帮我就是赚一点零用钱。那如果大家之后有看到一些业配的影片，或是疑似业配的影片，其实我也不会避讳或是遮遮掩掩什么，因为毕竟就是一种呈现的方式嘛，所以大家如果真的不喜欢的话，也可以留言给我啊，没关系，大家都有开放讨论这样子。有跟外国人 sex 过吗？半套的算吗？有过半套，没有全套。那是我一个西班牙的朋友，现在还有联络，是在大二去美国打工度假的时候认识他的，之后去西班牙找他玩。就有差一点点全部做完这样子，可能也是因为那时候还比较害羞吧，没有进一步这样子，但未来也没有机会啦，就是目前现阶段是没机会，但是我觉得还 OK 啊。觉得 FJ234好看吗？啊，这是 Josh 的问题对不对？好看好看，我看 FJ234长大的，然后之后我也会在他们频道上出现，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啦。请问有什么护肤品推荐给男生用的？男生的护肤品，我觉得就是找最简单的保养，像是保湿洗面乳，因为男生本来皮脂腺本来就比较旺盛，所以保湿的洗面乳是不错的选择，但也不用买太贵的。然后我觉得男生如果不要化妆水的话，至少要擦一个精华液吧。那精华液擦的话，选择就是去临柜试试看一些你觉得清爽的就可以了，像 Kiehl's、像屏幕宣言他们家的，我觉得男生的应该不难找。讲英文好好听，是不是英文其实很好？我自己觉得英文还不错啦，只不过因为我是英语系毕业嘛，所以英文对我来说就是基本功。我大学的时候大二考托福，那时候预计去美国念研究所，所以我考托福是考100分。然后3年前去英国留学的时候是雅思是考7.5，所以我觉得还算可以。之前去哪个国家念书？之前去英国，我到英国的里兹念研究所，是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广告行销。去英国留学的故事，英国留学故事我觉得很多，可以再拍一集，就是影片讲一些重点几个英国的故事。但英国故事真的发生很多事情，包括我跟中国的男学生有过一小段好像是若有似无的感情，还有那个时候被前任各种情绪勒索吧，然后发现前任劈腿，第一次跳伞也是在英国，各种很多事情，所以我觉得英国的故事我可以未来再规划一集。怎么想当健身房的教练？之所以会当健身房教练，是因为那个时候做行销企划，觉得薪水很低，我又吃很多东西，并且我运动，所以我摄取很多的食物去维持我的肌肉量，我就觉得快把自己吃倒了，所以我就觉得不行，那我转看当教练，因为教练其实如果你做的还行的话，起薪7、8万、8、9万不是问题。当然那是在疫情之前，现在就比较起伏比较大，但那个时候会让我想当教练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考量。当教练的时候，会有不小心喜欢学生，想要跟他在一起的冲动吗？这个不好说哎，当然是有不错的学生，可能长得可爱，然后会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但是不至于到要跟他发生什么事情。因为第一个，我现在不是单身；再来，公司有公司的规定；第三，就是这也算是我职业道德的范畴之一，所以跟学员还是保持一个很清楚的界限，是我觉得当教练该尽的本分跟义务，所以那些都不会有。有计划未来的规划吗？
目前现阶段就是当教练，之后看 YouTube 的经营状况怎么样，可以兼着做一阵子试看看，未来也不排除可以全面变成一个全职的 YouTuber， 但因为这太难讲了，所以没有一个说我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规划。怎么样的情况会直接踩到你的底线，让你生气？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我就是瞬间爆炸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常常会被朋友说我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。请问休息天要做什么？如果是指运动的休息日的话，像我，即便是休息日，我还是要去有氧。我可以不主力训练，但是我要有氧。那我一周差不多重训6次。假设一定要加一天休息日，那就是一天不重训，然后只单纯有氧，其他都是重训加有氧都做。侧平举时肩膀发出咔咔声是正常的吗？我觉得如果不会不舒服的话，其实还好。我自己做深蹲的时候，膝盖有时候也会有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，但是如果我没有不舒服，我就不太会去理会它。当然，如果你还是有疑虑的话，就是找专业的医师啊，照个 X 光啊，看一下物理治疗师啊，看一下有没有状况。还保有初衷吗？初衷是指什么初衷啊？教学的初衷吗？我觉得我目前还算 OK 啦。对我来说，教学是我的热忱所在，当然拍影片这些也是。其实 YouTube 的经营也是另外一种教学，只是我看不到大家在家里跟着我一起做训练，然后有流点汗，有达到肌肉训练的效果，对我来说就是另外一种教学了。所以我觉得目前还算有。教练最喜欢哪个品牌的男性内裤？3角还是4角？最近喜欢的是 UTouch 的内裤，还有我也会穿 Nike 的内裤，然后无印良品的4角裤我也常穿，3角4角我都喜欢。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最近喜欢的内裤有3个牌子，第一个就是 Nike。那 Nike 的话，我会选黑色的，因为它白色的不好看，然后黑色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说都蛮好看的。然后第二个牌子的话是 UTouch。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内裤，他们家的内裤包覆感超级无敌好，白色跟黑色的都非常好看。然后第3个牌子我喜欢的内裤是无印良品的4角裤，那无印良品的4角裤呢也非常的合身，材质也很好，很贴，我就喜欢那种很贴的，不管4角还是3角，就是那种黑色跟白色看起来是有质感的，穿起来舒服就好。大家看一下。最喜欢的服饰品牌跟鞋款，我现在喜欢在 Zeta， 这是一个韩国的代购，买韩版的衣服。鞋子的话就 Nike 吧。教练穿的藏青色 Under Armour 的 T 恤，GoGo 裸那件好看，还是什么型号？在哪里买的？这件的话是我在板桥大圆柏买的，它不是藏青，它就是偏绿色吧。现在这款好像没有了，因为之前也有网友问我，我就说是哪边买，他们去就没有找到。请问屁股要怎么保养？如何预防长痘痘的困扰？刚才不是有给大家看我擦宝拉的那个2% 水杨酸吗？我会擦一点点在我的屁股上，就是防止它长痘痘。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可能不要长时间久坐吧，长时间久坐感觉就是屁股会一直闷着，就会很容易长那种痘痘或是那个顶压。想看屁股照？屁股照这边。如果自己有妊娠纹，有方法可以让纹路不要那么明显吗？如果是重训的妊娠纹，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避免妊娠纹的方式，我觉得就是要保湿吧。之前在前公司工作的时候，有那种专门给产妇擦妊娠霜，那种的话其实也就是很高的保湿能力，去减少肌肤被拉扯的时候产生纹路这样。但我觉得健身应该就没有办法。可以放伞吗？放伞好，放这边。会有跟室友的一日生活吗？要看他吧，我是可以啊。可是我之前有问过他说拍一些我们的互动，我拒绝我就被打枪了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这次 Instagram 上面的 Q&A 问答，希望都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。还是有删一些，就是我可能觉得不是那么适当的或是重复的问题啦。那希望透过这个影片，大家有更了解我。那如果大家对于我还有什么疑问，欢迎在 YouTube 底下留言，也可以做成新的一集也说不定。然后真的很谢谢大家关注到我。那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。我也就是一个教练，然后兼着做这个 YouTube，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私讯我，或是大家想做什么就趁年轻的时候努力的去完成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